中欧就电动车关税的谈判仍在加紧进行，磋商结果将对中欧关系产生深远影响。25号，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应约与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兼贸易委员东布罗夫斯基斯视频会谈。就在中欧磋商的同时，芬兰总统斯图布即将访华。为何欧洲国家领导人选择在此时密集访华？他们都来谈什么？来看报道。据商务部消息，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兼贸易委员东布罗夫斯基斯视频会谈，就欧盟对华电动汽车反补贴案进行了专业、务实、坦诚、建设性的交流。双方回顾了前一阶段磋商的进展，重申了通过对话解决分歧的政治意愿，明确了继续将价格承诺作为本案的解决途径，并对下一步磋商方向作出指导。王文涛强调，下一阶段价格承诺磋商应在相互照顾核心关切的基础上，按照务实、平衡的原则进行磋商，兼顾协议效力和企业的核心利益，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建立价格承诺执行和监管的双边沟通机制。欧方就价格承诺方案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并提议双方技术团队就此进行视频磋商。中方同意立即启动下一阶段磋商，并欢迎欧方团队尽快来华。再过几天，从10月31号起，欧盟或将对自中国进口的纯电动汽车实施为期5年，总共最高可达约45%的高额关税。王文涛指出，中欧各界对妥善处理该案都有着强烈的呼声和很高期待。9月20号以来，中欧技术团队在比利时布鲁塞尔进行了长达20多天、共8轮的密集磋商。王文涛与东布罗夫斯基斯当时也面对面进行了全面、深入、建设性的磋商。在欧洲的谈判结束后，中方立即邀请欧方技术团队来北京接着谈，释放出了积极的信号。外界注意到，价格承诺是谈判的重点和难点。反补贴争议通常可通过2种方式解决：一为政府承诺，二为价格承诺，即在市场规律基础上，由双方商定公平的贸易价格，从而促使欧盟取消反补贴调查。换句话说，中国企业提高售价，减小欧洲企业的销售压力，这样可以避免欧方一刀切的征税，是较为理想的解决方法。反观美国和加拿大，都是在未与中方进行此类谈判的情况下，直接加征高额关税，这也凸显了中欧关系的特殊性。值得一提的是，欧洲主要国家均为高度外向型的经济体，是全球化的重要力量之一。8月24号，中方12家车企授权中国机电商会向欧委会提交价格承诺方案。授权行业协会代表整体利益进行谈判是国际商业谈判的惯例，但欧方在这期间仍与部分中国车企接触，想通过逐个击破的方式来分化中国企业。无论是中国商务部还是中国机电商会，都对欧方这种做法表示强烈反对。有业界人士认为，欧方很可能想以降低加征税率为诱饵，来胁迫一些中国车企签署不利于整体的方案。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下一阶段价格承诺磋商应该在相互照顾核心关切的基础上，而磋商的原则是务实、平衡，兼顾协议效力和企业核心利益。王文涛说，磋商的基础是相互信任，并建立价格承诺执行和监管的双边沟通机制。欧方也就价格承诺方案提出了具体的建议。据路透社报道，双方正在研究中国生产商可能做出的最低价格承诺或在欧洲的投资作为关税的替代方案。但外界也注意到，在中欧双方的新闻稿中都使用了目前仍存在重大分歧的表述。这次呢，东布罗夫斯基呢表示呢，欧方就此方案呢提出了具体的建议。那这个是一个建设性的转折。这标志了就是中欧在这个电动汽车关税问题上出现了转机，那有可能会在最终实施，或者是说实施一段时间以后呢，来取消掉这个对华的电动汽车关税。这表明呢，欧方在美国大选即将开展的一种情况下呢，实际上呢在做一些预先的准备工作。那关税应该不是欧方的选择，不是它的天然的工具。那与中方呢达成一个妥协的这样的一个方案呢，实际上对于中欧双方呢都是有利的事情。欧盟中国商会表示，随着仲裁措施实施日期的临近，对产业界来说，关税实行的负面影响日渐凸显，不仅直接打击中国对欧电动汽车的出口，减少欧盟市场消费者的选择，也将向欧盟绿色转型和全球应对气变努力发出错误的信号。欧洲舆论注意到，相比欧方期望通过关税驱使中国企业赴欧建厂投资，更现实的情况可能是贸易冲突的升级或将导致相关汽车制造商暂停对欧投资。
彭博社报道指，谈判进行之际，中方汽车制造商暂停在欧盟的扩充项目，包括寻找新的生产基地以及签署新协议。观察指出，这显示欧方不断为增加谈判筹码而采取的压力政策，已经让中国企业对欧洲的营商环境感到担心。毕竟，汽车项目的投资巨大，没有稳定的政策环境是无法获利的。从全世界范围来看，汽车工业也集中在政策环境友好稳定的国家。尤其是一些支持对中国电动车加税的国家，很难让企业家们相信未来会对他们的投资友好。路透社援引知情人士称，东风汽车集团已经暂停在意大利的生产汽车计划，原因正是意大利在此前的欧盟对华征税投票当中投下了赞成票。8月初，东风汽车计划在意大利先期投产一座年产10万辆混合动力汽车工厂的洽谈本已进入最后阶段。该项目中，意大利政府将持有少数股权，一些意大利本土汽车零部件公司或也将会参与投资。一方非常期待该项目落成，因其希望大力推动汽车产业的发展，并成为欧洲汽车发展中心之一。而引入东风汽车将会助力其快速实现这一目标。彭博社指出，无论如何，此举对于意大利总理梅洛尼来说都是一个挫折。他一直试图吸引更多的汽车制造商进入意大利，因为当地制造商斯特兰蒂斯正在减少产量。目前，意大利只有斯特兰蒂斯一家汽车集团，而该企业无法满足意大利政府期望的产量和规模。如今，中企按下投资暂停键，也可以说是罗马为自己投下赞成票所付出的代价。此外，长安汽车也取消了原定于本周在意大利米兰举行的品牌发布会，原因是关税谈判仍在进行当中。目前，长安汽车分别在中国、美国、意大利等国构建起6国实地的全球协同研发布局，其中意大利代表处还是长安汽车技术开发部门在海外成立的首个技术分中心。欧洲媒体此前认为，长安汽车的这一战略选择表明其重视吸引欧洲消费者，专注于适应西方市场喜好的技术设计，而长安取消品牌发布会则令意大利感受到了一丝寒意。实际上，2020年已经完成文本磋商的中欧投资协定，曾经被很多中欧企业家寄予厚望，认为将会给他们的投资提供保护和便利。但第2年，欧洲议会冻结审议程序，这导致中国企业赴欧总投资的规模迅速缩小。值得注意的是，就在中欧密集磋商关税之际，已经有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来华访问。芬兰总统斯图布也将于28号至3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在宣布这一消息时提到，斯图布总统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他会谈，双方将加强经贸投资、绿色转型等领域互利合作。实际上，芬兰政府早在本月9号就宣布了这一消息，还通报斯图布总统将会在4天时间里访问北京和上海，显示芬方对这次访问的高度期待。据芬兰晚报消息，该国的汽油和柴油汽车的时代即将结束，市场正在转向电动汽车，该国的电动车上牌比例在欧洲领先。今年5月，芬兰发行量最大的报纸《赫尔辛基日报》刊发社论表示，汽车行业在美国和欧洲经济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西方国家正在通过加征关税和人为制造障碍来保护本国的生产。美国拜登政府对中国电动车采取严厉措施，是因为他们在质量上开始赶超西方制造，并且价格更加便宜。但中国的电动车产业链经过了精心的打磨，西方试图遏制中国的同时，其实也在减缓自身向无石化燃料社会的转变，并阻碍竞争对提升生产率的促进作用。这些只是因为西方的生产无法跟上时代的步伐，限制别人并不能解决问题。现在是西方去学习和向东方取经的时候了。